郎神的雕塑显灵了，真的是二郎神，感谢你救了我。是我要感谢你，你的血解除了我的封印。作为感谢，我赐你透视天眼之能，可辨万物真假，识万物价值。善用此能，莫负天恩。我的眼睛进入了一股能量，真的能看透万物的价值吗？毛笔10块，香炉15块，我竟然真的有辨别万物真假的能力了，太好了！那我岂不是可以用这个能力捡大漏，赚大钱了？只是这些都是赝品，我想捡漏都没机会。哎，你别走！你刚才把我摊位装成这样，宝贝都坏了，就想这么走了？宝贝，我刚看了，这摊上全是赝品。这个用来垫赝品的布是清中期锦缎布料，当时价值20万，可以捡漏买下来。哎，你发什么呆呀？我这宝贝可都是花大钱收的，你怎么赔我？多少钱？5000块。5000？你这东西全部都是赝品，加起来最多也就值500块钱。你以为我小姑娘不懂鉴宝，就想讹我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是不是胡说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不过呢，你这摊位呢，我确实是撞了。这样吧，我们各退一步，我给你1000块钱，你把这摊位上所有的宝贝都给我打包，我回去看看有没有能用的。这摊上的东西加起来不过300块，1000块钱血赚呢。行吧，看你一个小姑娘不容易，1000就1000吧。1000块转过去了，价值20万的锦缎到手了。这个文渊阁专收古玩，来这准没错。小姑娘你好来这里是要买宝贝还是卖宝贝？老板，我来卖东西，你看看这个。姑娘，您这些东西都是赝品啊。我知道，我是想让您看看这布料。花纹富贵，手感绵软。哎呀，姑娘，这可是清中期的锦缎布料，保存还比较完整，至少值20万。哎呀，你用这么名贵的锦缎却来包这些赝品，简直是暴殄天物啊！这些也都是我在地摊上看到的，顺手一起买的。您这是地摊上捡的漏啊？姑娘，您真是厉害呀！我按市场价20万买下，您感觉怎样？这布料确实值20万，老板也不坑我，下次捡漏还来这家出手。成交。入账20万元。1000块钱的东西，转手就卖了20万，这神赐的透视也太厉害了吧！我得再去逛逛，说不定还能捡更大的漏。谢谢老板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慢走啊。来，都看看啊，都看看，这刚从缅国弄来的玉石料子，保准能开出好货。这料子看起来也不怎么样。赌石，我有透视眼玩这个，随随便便就能捡到大漏。不好意思，让一让。这块玉石是冰种阳绿翡翠，价值50万。哎，小姑娘，别光看呐，赌石要玩才有意思呢。来，挑个顺眼的。老板，这块多少钱？3000块，不还价。他摊位上根本就没有好货，切了那么久全是废料，你可别被他骗了呀。谢谢，没事儿。那我先买一块试试。好。现场开石嘛，出绿了，我按市场价回收。开吧。小姑娘不听劝，3000块打水漂了。对啊，这石头什么表现也没有，肯定开不出好货。老板，出绿了，不得了啊！真的切涨了，这表现最少50万。那肯定啊，毕竟我有透视眼。这冰种阳绿，这市场价值至少50万呢。美女，可以啊，3000变50万，翻了几百倍啊！老板一直坑别人，这下被别人赚了50万吧，亏大发喽！我就不信旁边的废料它还能开出绿，我得把钱坑回来。美女，别走啊！我这儿还有几块好料子，你要是还能涨，我按市场价双倍收。这摊主是看我赚钱了，想坑我。
不过我有透视眼，根本坑不了我。行，那我先看看吧。嘿嘿嘿。没想到这一堆废料里还真有个好东西。我这可都是好料子，10万块一个。10万？老板不带这么坑人的。哎，美女别走啊，你说个价。这个1万块，我只要这一块。行，这些都是之前捡出来不要的废料，1万就1万，反正能坑点是一点吧。老板，帮我把这个开个窗吧。还开个窗？这石头怎么可能出绿？哼！这一堆就是老板不要的废料，怎么可能出绿？小姑娘刚才运气好开出绿，这次恐怕没那么好运了。肯定出不了，到时候有会哭的了。老板又出绿了啊！哇！我的天哪！这是帝王绿啊！这绿少说也值100万，这小姑娘也太幸运。这帝王绿，我1万块钱给卖了。老板，你刚才说了开出好货双倍回收，这个原本是100万，现在翻了一番200万，你是现金支付还是扫码支付？老板刚才承诺了双倍，他不会不给吧？老板要是不守信，以后我们都不来了。不能因为这件事儿影响我的店铺，这次算我栽了。谁说我不守信用？我这不是掏手机转钱的吗？哎，你看看这老板有钱有实力。哎呦，入账200万。多谢老板，这透视可真是赚钱神器啊！不过1-2个小时，我就赚了200多万，财富自由指日可待。走了。小丫头片子，敢在我这里捡漏，给我难堪，我一定双倍讨回来。苏黎，别忘了今天的同学聚会。差点忘了，还有同学聚会。今天就到这里，回去准备一下吧。苏黎，这里。哎。那个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。嗨，没事，班长张月还没来呢。你懂什么？这饭店就是班长张月开的，他现在了不起啊。这饭店装修也太豪华了吧，看来班长没少赚钱。哎呀，大家都到了呀，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。今天这顿饭我请，你们想吃什么随便点，别客气。张月，你真大方。哼，都是老同学，应该的。哎呀，这不是苏黎吗？你怎么也来了？听说你毕业之后的工作月薪3000，一件相应的衣服都买不起，真没品位，还是和上大学是一样的。我觉得这衣服穿着舒服就好。没出息就是没出息，看我这一身名牌，估计你一辈子都买不起。班长就是厉害，这饭店肯定赚了不少钱。那是，我这饭店走的是高端路线，光装修就花了我500万，来的都是有钱人。500万，这也太多了吧？500万而已，1年就赚回来了。哇，张月，你真厉害！哎呀，还好了，今年我的目标是1000万。苏黎，你月薪3000，够干什么的？不如你来我这儿给我当保洁，我1个月给你开5000。不用了。不用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我好心给你机会，你还不要？我告诉你，像你这种没本事的人，一辈子就只能给别人打工，做梦都别想翻身。有些人呢，就是不识抬举。不好意思，我现在靠鉴宝养活自己，绰绰有余，还真不需要给别人打工。鉴宝？你真以为古玩界那么容易捡漏？你们看这些盘子，都是我从古玩街精心挑选回来的，每一个都价值不菲。价值不菲？这些都是真品吧？真品我可买不起，这都是些超级高仿，我可不会傻到买一些真货挂在墙上，万一摔了多心疼。上面这些确实不值钱。5000万，这个盘子居然价值5000万！把这些高仿古董挂在墙上，特别上档次。苏黎，你不是鉴宝大师，你能看出来都值多少钱？看来这个张月还不知道那个盘子的价值，刚好让我捡漏。你这些盘子每个应该不超过1万块吧？不过确实好看，尤其是角落里那个有花纹的那个，能不能卖给我？那个呀，我家里最近的在装修，我想买回去放着。装修？苏黎，你没开玩笑吧？就你那破出租屋还装修，该不会是想买个高仿？
回去装有钱人吧。对呀，苏黎，这些都是仿品。我知道是假货，但是我就觉得好看而已，不行吗？我这些都是1000块钱买的，正好狠狠坑他一把。行啊，可以买，但是这盘子可是我精心挑选的，怎么着也得5000块。5000块？这买个假盘子都要5000块，这也太贵了吧？你懂什么呀？你看这花纹，这工艺，市面上很少见的。张月，能不能便宜点？毕竟咱们老同学一场。便宜？苏黎，我看你就是买不起吧。算了算了，3000块，再少我可不卖了。3000块买，这还是有点贵啊。行，3000就3000，3000块捡了5000万的盘子，值了。我1000块钱买的，3000块钱卖给他，还能赚2000呢。这苏黎真是脑子有坑。行，服务员过来，把那个盘子取下来装好。苏黎呀，你1个月工资就3000块，用来买这个假盘子，就这还鉴宝？你在古玩界鉴宝混不下去，还是可以来我这干保洁的，起码能养活自己。可不是嘛！多谢你们的提醒，我混得下去。听你的语气还不服气？眼下花3000块买个假货，有啥不服气的？难不成你还觉得这盘子是真品？在你们眼里它是高仿假的，在我眼里它价值不菲，是真是假你们马上就会知道。喂，周老板吗？苏小姐有什么事吗？我现在在那个锦绣饭店这边，我刚买了一个盘子，您能不能过来帮我鉴定一下？没问题，我现在就过去。哎，好，我就在这等您啊。哟，还找专家来？苏黎，你不会真以为自己捡漏了吧？周老板马上就来，是不是捡漏？一会儿他看了就知道了。随便啊，反正是假货，看就看呗。等到时候周老板说这是假货，丢人可就丢大了。来，咱们先吃着，一会儿啊，让大家长长见识，看看什么叫专业鉴定。苏小姐，你说的宝贝在哪儿？周老板这边。真的是文渊阁的周老板，在京市，他可是鉴宝界的专家呀。哎呀，真来了个专家啊！苏小姐，快让我见识一下您淘到了什么好宝贝。周老板，就是这个盘子，您看看。再怎么看也是个假的。苏小姐，这个盘子你是从哪儿得到的？就从墙上挂着那堆盘子里买下的。这可是唐三彩宝相花纹盘，是真品，价值5000万。5000万？不可能，这是我1000块钱从古玩街淘来的假货。这位女士，我做古董生意已经20多年了，诸位请看，这釉色，这宝相花纹，这胎质，一看它就是典型的唐朝的特征。这种品相的唐三彩花纹盘，市面存货量不超过10件，绝对是真品。刚才我说5000万，都是保守估计。5000万！我的天，5000万！张悦饭店1年才赚500万，这一个盘子抵得上张悦饭店10年的营收。你是不是看错了？这怎么可能是真的？我周文渊的眼光从来没有错过。苏小姐，我现在就给你转5000万，这盘子我要了。好，那我就卖给周老。入账5000万。 5000万本来应该是我的，却被我3000块钱给卖了。苏黎，你3000块买了5000万的东西，你运气也太好了吧？苏黎，这是我的盘子，你把它还给我。买定离手。张悦，你应该不会不懂这个道理吧？我不管，这就是我的5000万呀！张悦，你刚刚不是还说你不会傻到买真货挂墙上吗？怎么现在又想要回去了？我不知道它是真的呀。不知道，那能怪谁呢？那就只能怪你自己眼光不好。行了，今天的同学会我也没兴趣待下去了，这顿饭我请了，你们大家继续吃吧，我就先走了。周老板，我们走吧。好的，苏小姐。多谢二郎神君，感谢您赐予我的透视异能，让我从曾经的一无所有变成现在的样子。
还能入住这么好的出租屋。我苏黎发誓，一定会善用这个技能的，不辜负神君的恩赐。这是苏黎，二郎神君，你又回来了。你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，我都看在眼里。是我做错什么了吗？你虽用透视赚了钱财，但未曾害人，还算不忘本心。多谢神君夸奖。不过天眼之能远不止于此。天眼之能远不止于此。今日再赐你一能，可修复破损文物，使其恢复原貌。修复文物？天眼不仅能识真假，亦能见物之本源。你心念所至，便可使破损之物复原。但切记，此能力极耗精神，不可滥用。感谢神君教诲。记住，财富只是身外之物，莫被金钱蒙蔽双眼。善用此能，造福于人，方不负我之恩赐。弟子谨记。修复文物的能力，这可比透视厉害多了。那么多破损的古董，修复后价值能翻好几倍。喂，苏小姐，有个好消息，最近有个古玩拍卖会，我想邀请你参加。这可是圈内顶级的拍卖会，可是有不少宝贝。谢谢周老，那我们到时候见。古玩拍卖会，我赚钱的机会又来了。所以师爷是答应呢，还是不答应？这丫头年纪轻轻，气场这么足。今天这场对赌，她能反其道而行之，说明她不仅有眼力，还有魄力。跟着她，没准真能赚大钱。行，苏小姐，我答应你，6成就6成，以后生意上的事儿你说了算。那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这地方果然龙蛇混杂。苏小姐，这边的规矩比较野，我的保镖需要过会儿才能到。这段时间你跟紧我，别乱说话。苏小姐，上次有个外地人在这闹事儿，被太坤的人打断了腿。我知道了。哟，来新人了。老师，你也来了。哟，还带了个小姑娘。这小姑娘长得挺水灵啊，是来旅游的，还是来送钱的？我是来做生意的。做生意？小姑娘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这儿可是我金蛇帮的地盘。我听说你在江城赢了石爷。小姑娘，今年在我这儿是龙你得盘着，是虎你得卧着。想在我这儿做生意，得先交500万保护费。太坤老大，这也太贵了吧？以前不是10万吗？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她一个外来的小姑娘，凭什么在我这儿做生意啊？小姑娘，在这边境上，我太坤的话就是规矩，500万1分不能少。保护费，我凭什么交？哼，凭什么？就凭这他妈是我的地盘。苏小姐，别冲动，这家伙在本地说一不二，咱们斗不过他的。我的保镖还没到，咱们先拖延一会儿时间。师爷，你怕什么？难不成他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动手吗？小姑娘，你胆子不小啊！在这边境上，我太坤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这500万，你交还是不交？不交。好，你有种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太坤老大，别冲动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老石，今天你要是护着，我一块把你收拾了。等等，怎么
怕了，现在想救，晚了。我只是觉得呢，用拳头来解决事情太 low 了吧。low？小姑娘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这里是赌石市场，大家都是靠眼力来吃饭的。既然你说这是你的地盘，那不如我们就用赌石的方式来决定谁能在这里做生意。他想跟泰坤赌石？这丫头疯了吧？泰坤在这边混了20年，什么料子没见过？小姑娘，你想跟我赌石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在这边境市场混了20多年，什么样的料子我没见过？你一个外来的小姑娘，你敢跟我比？所以呢，要比吗？好，怎么个赌法？很简单，我们各挑选一颗原石，现场开石，谁的价值高，谁就赢。如果你赢了，我第一颗给你交500万的保护费，并且呢，以后再也不来这个市场。但如果你输了的话，你泰坤就从这个市场离开，并且不允许再收任何人的保护费。他好大的胆子，这赌注也太大了吧！苏小姐，你疯了！万一输了怎么办呢？怎么样，泰坤老大，赌不赌啊？好，小姑娘，你有种！20多年了，我第一次见有人这么跟我说话。行，我答应你，你可别后悔。兄弟们，把我仓库里的那些料子全给我拿出来，今天我就让这个小姑娘见识见识，什么才是真正的高手。这下有好戏看了。我赌泰坤能赢，那个小姑娘再厉害，也赢不了一个混了20年的老手啊。那可不一定，这丫头敢提出这种赌局，肯定有把握。小姑娘，这里有10块原石，这都是我从缅国各地方买来的精品材料，你随便挑一块，然后我再挑一块，咱们现场开，怎么样？可以。好，女士优先，你先挑。让我看看这些料子，这块是废的，这块也是，这块有货，冰种飘花，这块是玻璃种。小丫头片子，就算你运气好，挑了几块有货的，也不可能赢我。我这10块料子，我闭着眼都知道哪些有货。好了，我选好了。你确定？你不再重新选一块？不用了。好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这块是我从老场口收的，里面肯定是满绿。这块皮壳表现好，起码冰流起步。就你了，小姑娘，我选好了，准备好输了吗？苏小姐，你可千万别出事啊！师傅，开始了，到底谁能赢？出绿了，我就说我这块料子有货。泰坤老大，这绿的只是表层啊，里边全是白棉。什么？大家看，这块料子水种很差，绿色面积不到1/10，市场估价最多80万。80万？泰坤老大这次看走眼了呀！混了20年还能看走眼？不可能！泰坤，看看我的石头。这竟然是帝王绿，而且还是玻璃种。这料子通体全绿，而且没有一丝杂质。哎呀，苏小姐，这块料子可价值不菲啊！这料子市场估价至少1亿起步。1个亿？不可能！泰坤这次栽大了，80万对1个亿，差了100多倍啊！还说自己混了20年，眼睛还不如人家小姑娘呢。以后谁还敢跟他做生意啊？连这都看不出来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承让了。泰坤，按照赌约，你输了。泰坤，赶紧认输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20年的经验被小姑娘碾压。老大，咱们真的要退出市场吗？那以后兄弟们怎么办？是啊，大哥，这市场可是咱的命根子。老子在这边境混了20年，今天要是输了，以后还怎么见人？这1个亿，老子不能就这么放弃。输？我泰坤在这边境混了20年，我就没输过。泰坤，愿赌服输，这是规矩。规矩？老师你别忘了，在这边境上，我的话就是规矩。兄弟们，给我抢！泰坤要耍赖了！保镖，泰坤，你竟敢耍赖！耍
哎，老石，你别搞错了，这块石头本来就是我的货，凭什么让一个外人拿走？泰坤，赌约可是你自己说的，怎么现在输了就不想认账？小姑娘，不要以为你赢了就可以在这儿立足，在这里靠的不是眼力，是他妈拳头！兄弟们，给我抢！打起来了，快跑！这下闹大了！把石头给我交出来！苏小姐，你先躲到后面去。敢动我们老板，找死！一群废物，连个女人都对付不了。这块石头是我的，谁都别想动。太坤，别太过分！小姑娘，你要是把这块石头交出来，我还能饶你一命。师爷，还有枪！什么？你怎么知道的？真的有枪！太坤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光天化日之下敢动枪！老子不服！1个亿是我的！你还敢嘴硬？别动，老实点。泰坤，跪下道歉。对，道歉。泰坤，现在还觉得这里是你的地盘吗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就是个普通人，只不过呢，眼力比你好一点。太坤，你护得了自己一时，护不了自己一世。这把枪我会交给边境警察，到时候你自己看着办。按照赌约，你输了就得退出这个市场，以后不准再收保护费。你在这市场做了这么久，终于遭报应了吧？对，赶紧滚出这个市场！好，我认栽。泰坤认输了，20年来这是第一次啊！苏小姐，我在这儿混了20年，今天第一次服一个人。这个市场从今以后就归你了，我以后就不会再来了。好样的！苏小姐威武，这个市场有救了！泰坤也有今天啊！苏小姐，你是怎么看出泰坤藏着枪的？可能是我眼力好吧。果然厉害，苏小姐，有你在，咱们的生意一定能做大。哎，师老，这块料子咱们找个买家吧。放心吧，这么好的料子一定不愁卖。苏小姐，这3个月咱们在缅国进货出手，一共赚了50个亿。50个亿？没错，全靠您的眼力，咱们挑的全是精品，每一块都是大账。这个是咱们的分成明细，按照6-4分，您拿30个亿，我拿20个亿。师爷，跟你合作很愉快。苏小姐，是我该感谢您，要不是您，我这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钱。合作愉快，告辞。从一无所有到身价数十亿，这一切就像做梦一样。不过光有钱还不够，我得让更多人知道我的眼力，这样生意才会越做越大。刚好前几天江城鉴宝节目组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节目，这可是一个提升自己名气的好机会。欢迎收看江城鉴宝节目。今天我们请到了2位重量级嘉宾，一位是古玩圈鼎鼎大名的金燕金老师，另一位是最近在古玩圈声名鹊起的苏黎苏小姐。就是他，听说他3个月在缅国赚了30个亿。还有人说他眼力毒了，从来没有看走眼过。一个黄毛丫头凭运气赚了点钱，就敢跟我平起平坐。今天我要让她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眼力。现在有请第1位观众带着您的宝贝上台。金老师，苏小姐，这是我爷爷留下来的画，说是清代名家的作品，你们帮我看看值多少钱。这纸张啊是竹纸，墨色沉稳，笔法老练。还有这印章也是清代风格，这就是清代画家石涛的真迹，市场价值至少500万。哇，真的吗？我发财了！苏小姐，您怎么看？金老师，恕我直言，这幅画是假的。你说什么？是假的？小姑娘，话可别乱说，金老师可是鉴宝30多年的老专家。这幅画呢，确实用的是竹纸，不
不过呢，缺少时间沉淀的氧化痕迹。这上面的印章很明显是现代机器雕刻而成的，而且画上有现代化学颜料，清代根本没有这种材料。你胡说八道！这幅画啊，就是真的。那现在就让我们请权威专家来鉴定吧。苏小姐说的对，这是近10年的仿品，最多值8000块。怎么会这样？苏小姐也太厉害了吧！不应该啊，金眼不会是江湖骗子吧？看来金老师的眼力比不过苏小姐的呀。这臭丫头让我在电视上丢了这么大的脸，我一定要她付出代价。老板，我想看看你这儿有没有清代的瓷器。苏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儿暂时没货。没货了？昨天你不是还跟我说有一批好货吗？这卖给别人了。老板，我想看看你手里那个玉扳指。不卖。我还没问价格呢。反正不卖，走走走。哎，这个卖不卖？不卖不卖。老板，这个卖不卖？有人定了。喂，周老板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怎么现在都没有人愿意卖东西给我啊？苏小姐，你得罪金眼了，他在圈内放话，说谁跟您做生意就是跟他过不去。原来如此。苏小姐，您小心点，金眼在圈内混了30年，人脉很广的。想封杀我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。苏小姐，前几天的事啊，是我不对，我向你道歉。金老师客气了。为了表示诚意，我有件宝贝啊，想送给你。这个是我前几天从一个老藏家手里收来的，明代铜镜，品相完好。你看看，这铜镜啊，包浆自然，纹饰精美，绝对是明代官造的精品。这个铜镜表面看着完美，但内部有裂纹，3个月内就会碎裂。到时候这个丫头花了大价钱买个废品，看她还怎么嚣张。苏小姐，这铜镜我原价收的是150万，你要是喜欢，200万拿走，就当交个朋友，也算我解除封杀的诚意。怎么这次使用能力时有点头晕？好一个金眼，居然想坑我，而且我的天眼又升级了，居然能预判未来。金老师，这铜镜我不能要。为什么？这可是真品啊！这铜镜虽然是真品，但内部有3道裂纹，不出3个月，这个铜镜就会碎成废品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金老师，您之前不是想封杀我吗？现在又想用这种手段坑我。我呢，刚刚已经录音了。金老师，您想不想让全古玩圈的人都来听听，你是怎么卖问题古董的？你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解除对我的封杀，在圈内公开道歉，然后退出古玩圈。不可能！那我就把录音发出去，到时候您不仅要退出古玩圈，还会被人告上法庭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唉，30个亿，这短短几个月我就赚了30个亿。那我现在都这么有钱了，也是时候回去看看爸妈了。3个月了，我都这么久没联系他们了，他们肯定担心死我了。我得想想怎么给他们个惊喜。买房，哎，对，就买房，到时候把他们从那个破小区给接出来。对，明天就去买房，买最大的，买最好的。爸妈省吃俭用了一辈子，是时候让爸妈享享福了。这套就不错，您看看。那套挺好。不错，江景房，爸妈应该会喜欢。小姐，我们这边的户型均价8万一平，最小户型180平。您是来看房还是参观？哦，看房，我要独栋别墅。啊，独栋别墅那套要……小丽，我来了，张小姐来了，李总好，我们是来交尾款的。我们那套什么时候能交房？
下个月就能交房了，你放心。宝贝想什么时候住进去都行，我让人加快装修。老公，你对我最好了。苏里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张月，好久不见。苏里，你不会捡漏了几千万，就觉得自己能来买豪宅了吧？这儿可是顶级富豪才能消费得起的地方。小姑娘，这里最便宜的豪宅也要1个亿。张小姐说的对，我们这边的客户可都是身家上亿的。看到了吧，苏里，我和李总买的是江景别墅，1个亿。你呀，还是回去租房住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谁说我买不起？你就你那点工资。叫你们经理来，我要买独栋精装修的别墅，全款。你说什么？苏里，你疯了吧？独栋别墅最少也要2个亿，你全款？怎么回事？黄经理，这位小姐说要全款买独栋别墅。小姐，您确定？确定，我现在就要看房。黄经理，他肯定是来捣乱的。你看他那穿着，哪像是能买得起房的人？怎么觉得我穿的穷酸？个十百千万，这是30亿！苏小姐，这边请，我现在就给你介绍房子。苏小姐，您看中的是独栋别墅，地段超级好，开车到市中心只要20分钟，总价3个亿。如果今天您签约的话，今天我做主，给您打个95折。不用打折，按原价来，我现在就签。好的，我马上准备合同。3亿，全款。苏小姐，对不起，刚才是我有眼无珠。没事，不需要道歉，只要办好手续就行。苏小姐，这是合同，您看一下。苏小姐，麻烦您这边转账。好。到账了，苏小姐，恭喜您。张月，你刚才说我买不起房来着，说我租房住。宝贝，我们走吧。苏里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？对啊，我就是有几个臭钱，所以你闭嘴。还有啊，你这个包是个假的，小票呢在内袋夹层里面。这姑娘好有钱啊！就是3亿全款啊，太豪了。苏小姐，你什么时候装修房子？需要我给您推荐设计师吗？不用了，这个我自己安排就行。喂，妈，你和爸现在方便吗？我想给你们个惊喜。惊喜？什么惊喜啊？等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我现在派车去接你们。进来吧，爸妈。小黎，这是哪儿啊？这房子。爸妈，这是我刚买的房子，以后你们就住在这儿。住这儿？这得多少钱呢？嗨，不贵，也就3个亿而已。3个亿？爸妈，我跟你们说，这栋房子啊，你们就住主卧，里面带独立卫浴和衣帽间，楼上是空中花园，到时候你想种花种菜都可以。我女儿出息了。小黎，这房子会不会太贵了？不贵的，爸爸，我现在有能力赚钱了。爸也不是嫌贵，就是怕你为了赚钱把自己累坏了。爸，你放心吧，我一点都不累。以前做梦都不敢想，这样的房子现在咱家也能住上。爸妈，你们放心，这只是开始，以后会让你们过上更好的日子。爸妈不需要多好的房子，只要你平平安安就好。我会的。来，我们去那儿坐会儿吧。爸妈，看电视。喂，白总。苏小姐，江城有个地下拍卖会，明晚8点，翡翠庄园，都是顶级富豪和大人物，您有兴趣吗？拍卖会？这次拍卖会规格很高，拍品都是市面上见不到的珍稀文物，我觉得您会感兴趣。好，我会参加的。太好了，明晚7点半，我派车接你。好。小黎，又有生意啊？小事。注意安全，有事儿给家里打电话。好，我会的。地下拍卖会，看来
更大的机会来了。停止，眼神。进去吧。苏小姐看到没？这里规矩很严。请。带些灵气，滚出去！这地方果然危险。诸位，欢迎来参加今晚的拍卖会。老规矩，现金交易，出手不退。谁要是敢破坏规矩，就是跟我龙爷过不去，后果自负。苏小姐是第一次来吧？这里的规矩可不比外面，一不小心就会出事儿。多谢龙爷提醒，我会小心的。各位贵宾，拍卖会现在开始。第一件拍品，清代官窑瓷瓶，起拍价100万、120万、130万、150万、150万成交。第二件拍品，元代钧瓷，起拍价200万、250万、 300万、300万成交。接下来是本场的重头戏，宋代观音木雕像，起拍价500万、 600万、 800万、 1000万、 30亿的地契2000万、 2500万、 3000万、 3000万一次，3000万2次，5000万。5000万，这小姑娘好大的手笔，但这观音像的价值最高也才3000万，再往上叫肯定亏。他为什么会花这么高的价？5000万？难道他知道什么？5000万，还有更高的吗？5000万一次，5000万2次，5000万3次，成交。这观音像最多值3000万。白总，您等着看就知道了。哦，按规矩，当场验货。声音不同，果然这里有机关。这丫头瞎搞什么？底座里还藏着东西。哎，快打开看看。这是城西老城区一部原著产权证明。苏小姐，这块地最少值30亿。30亿！哎，我怎么没有看出来？苏小姐好眼力，以后可得多亲近亲近。等等，这份地契本该属于我。哦，这地契是几年前被我仇家偷走的，没想到在这观音像里。苏小姐，你今天要拿走这份地契，明天能不能活着走出江城，可就不好说了。龙爷，您这话说的可不对吧？您还记得拍卖会开始之前您自己说的规矩？现金交易，出手不退。这地契是我的，这规矩也是我定的，我说了不算，就不算。龙爷，你这样做，以后谁还敢来拍卖会？是啊，今天能反悔，明天是不是也能反悔啊？龙爷，你也有今天。龙爷要是不守规矩，以后我们可不敢来了。对，规矩就是规矩。苏小姐，这次算你赢了。我龙爷在江城混了20年，什么场面没见过？你以为几个黑帮老大给你撑腰，我就不敢动你？苏黎，咱们走着瞧。这份地契价值30亿，但龙爷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这次怎么头更痛了？
然能预判未来的危险。龙爷，既然你想玩的话，我就陪你玩到底。喂，石野，我有个忙，想请你帮我一下。对，麻烦你调一点人过来，我要给他们设个局。喂，白总吗？对，我有件事想要您配合一下。龙爷说了，盯紧这丫头，看她把地契藏在哪里。知道了。小心点儿。果然来了，跟我预测到的一模一样。白总，对，那个地契呢，我已经藏在西郊的仓库里了。那个地方除了我和石野，没有人知道，放心。听见没？地契藏在西郊仓库里面。走，快回去告诉龙爷。就是这里，地契就在里面。龙爷说了，拿到地契后立刻撤，别留痕迹。在那里。找到了，撤。就等着你们呢！敢来抢东西，找死！中计了，兄弟们，跟他们拼了！别动，警察！警官，这些人闯私人仓库，想抢劫地契。别急，一个也跑不掉。我们接到举报，你涉嫌多起违法犯罪案件。你们凭什么抓我？凭这些，青龙会非法开设地下赌场、高利贷、强买强卖，还有你派人抢劫地契的录像证据。带走！苏黎，肯定是他给我设的局。苏黎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苏小姐，这份地契我用40亿买下。成交。这里面有40亿，苏小姐请过目。加上之前的30多个亿，我现在的资产已经快突破100亿了。赵总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小苏啊，这几天别回江城，先避避风头。我知道了，周老师放心，我正要去农村收获。好，对了，刘能最近也在周边村子，他在古董圈子里的名气比较差，碰到他小心点儿。知道了。哟，苏小姐，刘哥，最近风头正劲呢。龙爷的事儿我都听说了，不过江城针对你的人还真不少，你还是小心一点。我听说龙爷手底下那帮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多谢刘哥的关心。这村里的好东西都被我收的差不多了，你就别跑一趟了。当然啊，要是您能看上我收的货，价钱好商量。这个呢，就不麻烦你了。姑娘，收旧货的。你有什么需要卖的吗？这个箱子祖上传下来的，手术有上100年了。不好意思，您这个箱子的成色不太好，
您确定要卖吗？你觉得值多少呀？老张啊，我刚才跟你说那箱子，你考虑好了没呀？刘老板，你来的正好，这姑娘也看上了。哟，苏小姐也看上这破箱子了。我刚才跟老张都说好了，300块。既然2位都要，那就价高者得。哎，你这老头不讲规矩啊！500，我要了。哎呀，我今天呢见证了一个冤大头的诞生啊！哎呀，苏小姐，你这眼力不行啊，还是回去多练练吧。500块钱买个破箱子，就是这姑娘真是有钱没地花了。朋友们，做古董这行啊，最怕就是冲动。像苏小姐这个样子，肯定得配个地儿朝天呐！苏小姐，好自为之啊！小苏，今天收获怎么样？哦，这个它就是个普通的樟木箱，民国的，值不了多少钱。你多少钱买的？500。有点贵，不过也不亏。我就是觉得箱子好看嘛，500块钱也不贵。没事，500块也不多，就当买了个装饰品。周老，你要不帮我看看？我总觉得这个箱子好像底有点厚。还真是，中间好像有夹层。天哪，这不可能！这是唐伯虎的《秋山行旅图》。怎么可能？史料上记载，一直下落不明。可是，这笔法，这墨色，这印章，都对得上，是真迹，真迹啊！周老，那你不妨帮我看看这幅画值多少钱？这保守估计至少8000万，如果上了拍卖会，1个亿也是有可能的。你这眼力啊，也太厉害了！哎，周老，我跟你说，今天刘能他也在现场，而且他还录了视频，说我是冤大头呢。这下呀，他要气死喽！你们知道吗？苏黎在农村淘到宝了。什么宝？唐伯虎真迹，8000万呢！什么？唐伯虎？对呀，就是你那个看不上的破箱子，箱子里藏着唐伯虎的《秋山行旅图》啊！周文渊已经确认是真迹了。不可能，那只是个破箱子，那怎么可能呢？老刘，你还发视频嘲笑别人是冤大头，现在看来冤大头是你自己吧？老刘还拍视频发朋友圈，我刚看到你的视频，笑死我了。8000万呐，就这么从你眼皮子底下溜走了，你这眼力还怎么在古董界混呀？我要是老刘，现在就找个地方钻进去。确实，见证冤大头的诞生，确实见证了，就是不知道这冤大头是谁。老刘，那个视频还在朋友圈呢，赶快删了吧，要不同行业的人都知道你走眼了。你们，哼！就是这些事。姑娘，来啊，我家有个老瓷瓶，过来看看。啊，我家还有祖传的字画呢。啊，别着急，大家，我一个一个的去看。走吧。上次只是他运气好，这次我换个更逼真的家伙，他肯定看不出来。姑娘，你肯定对这个有兴趣，我太爷爷留下的珍品，
10万块，不降价。哎，老丁啊，你这个玉佩看着确实不错，值这个价。老人家，你这个东西是假的。不可能，这可是我太爷爷传下来的。哎呀，苏小姐，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。我刘能在古董圈混了20年，这玉佩我怎么看着像真的呢？刘哥是说我眼力不行？嘿，我可没这么说，但这个玉佩确实……你看这玉佩的雕工，边缘整齐的像是刀切的，很明显是现代机器割制而成。你再看这颜色，人工染制而成，真正的老玉沁色自然，绝对不会这么均匀。你再看这上面的款制，乾隆年制这4个字笔画生硬，一看就是电脑刻制。刘能，你怎么说混这古玩圈也有20年了吧？别告诉我你连这点都看不出来。哎，苏小姐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呐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上次的事儿是我有眼无珠。刘哥，眼力不行的话呢，你就多学学，做这行的别老是坑蒙拐骗别人。这姑娘眼力真毒啊！可不是，假货都能一眼看穿。刘老板，你不是说能骗过他吗？切，闭嘴！哼！苏老师，苏老师，救命啊！您是？我叫王大海，山西的，煤矿生意。听说你是最厉害的鉴定师，我专门开车800公里来找你的。王老板，您客气了，请坐。苏老师，你一定要帮帮我，我花了2000万买了元青花，朋友都说我捡了大漏，可是我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儿，晚上睡不着觉啊。打开看看吧。苏老师，你看这缠枝连纹多漂亮！卖家说是元代至正年间的，保真。我看看。王老板，不好意思啊。怎么了？您这东西是现代高仿，最多也就价值3万。什么？不可能！这是我花了2000万买的，卖家还拿出了很多传承的证书，说是从上海拍卖会流出来的。证书也是假的，这个胎质太过于现代化，青料也是现代合成。而且紫外线下有荧光反应，这很明显就是一个现代高仿品。王总别激动，2000万呐，那可是我5年的利润，我儿子的留学费用，我老婆要是知道了，肯定跟我离婚的。王老板，你也别太着急了，先冷静一下。虽然您这个瓷罐是高仿品，但是您这个箱子可是个真宝贝。箱子？对，这是明代的黄花梨官帽箱。从包浆、雕工、榫卯结构来看，这是很明显的明代宫廷的东西。您是说这装瓷器的破箱子？这个不是破箱子，黄花梨官帽箱存世量极少，保守估计嘛，至少价值5000万。5000万？苏老师，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？我从不拿我的鉴定开玩笑。你看这个花纹，很明显是黄花梨的鬼脸纹。再看这个雕花，很明显是明代宫廷的风格。我的天哪！我差点有眼无珠，把假的当真宝贝，把真宝贝当垃圾。对啊，也幸好您把这个箱子拿来找我鉴定，否则这箱子可真是要被埋没了。哎呀，苏老师，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呐！您不仅挽回了我2000万的损失，还帮我找到了5000万的宝贝。
您太客气了。苏老师，这是50万的现金，就当这次的鉴定费用，是我的一点心意。王老板，您太客气，鉴定费用不了这么多。不，你不仅帮我挽回了2000万的损失，还帮我找到了5000万的宝贝，这50万应该的。既然王老板如此客气，那我就收下。不过王老板，这箱子你可得好好保存，可要小心点，不要磕碰了。放心，回去我就把它锁到保险柜里面。苏老师，以后如果还有古董，还来找你。好，随时欢迎光临。美女，看点啥？我这儿都是好东西。这个吧，这个多少钱？这可是明代青花，你可真有眼光。8000块，不讲价。你这就是新的，500块钱还差不多。哎，美女，你是行家。您看看这个汉代铜镜，这多少钱？这可是真货，汉代3万块。哎，美女，你没事吧？美女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叫救护车呀？没事，可能就是有点低血糖了。这面铜镜我要了，3万是吧？哎，好嘞。哎，好，美女，你真有眼光啊！刚才那是天眼又进化了，我能看到这件古董的过去了。建设路128号仓库，那个戴鸭舌帽的男人是盗墓贼，他手里肯定还有其他文物。既然天眼给了我这个能力，我就用它先找到那个盗墓贼，看看他手里还有多少文物。原来是个惯犯。哎，美女，买货不？我这有刚出土的汉代玉璧，要不要看看？不要，我找人。找人？找谁？老鼠。你是警察？不是，你只需要告诉我他人在哪儿，告诉我他在哪儿，这1万块是你的。老鼠啊，最近在建设路那边的仓库，不过他人疑心重，你最好别直接去找他。今天下午5点，你可以在这儿等，他会来这里交货。谢了。还有10分钟，老鼠应该快到了。你就是老鼠。你是谁？我想跟你做笔生意。哼，姑娘，这行可不是你能玩的，回家吧。我出钱，你带路，借木分货，55分。我凭什么信你？万一你是警察的卧底呢？你身上现在有3件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左边口袋里的唐代铜钱是现代仿品，
你想拿它骗阿福。右边口袋的宋代玉佩也是假的，地摊货。还有你腰上挂的那串老蜜蜡是塑料的，一文不值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有眼力。不可能，这串蜜蜡我戴了3年，一直以为是真的。所以你需要我，我能看出真假，你能找到货源，我们合作，互利共赢。你想去哪个墓？你上次去的那个汉墓，临城的。你是怎么知道我去过临城的？因为这面铜镜是你3天前从那里挖出来的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一个想发财的人。怎么样，合作不合作？行，但有个规矩，进墓之前先交5万块定金。没问题，什么时候出发？3天后，我先去踩个点儿，确认墓室是否安全。好，这是我的电话。喂，周老师吗？我是苏黎，我发现了一条盗墓线索，你帮我报警，让警察追踪我身上的定位器。把手机交出来。为什么？怕你报警啊！进墓之前，所有的电子设备都不能带。上车。还有6个小时的路程，你怕吗？怕什么？怕死啊！进墓的人10个有3个出不来。那我就做那另外的7个。定位器还在工作，警方应该能追踪到我的位置。前面就是墓道入口，跟紧我，小心别掉队。这个就是我挖的盗洞，直通墓室。你敢下去吗？来都来了，怕什么？记住，进墓室后听我指挥，别乱动东西。墓室里有机关。好。快看呐，这地下竟然有棵树！看来这墓室的主人身份不简单呐。小心前面有机关。你怎么知道？喏，看到没有？那个石头看起来有问题，里面肯定有陷阱。你眼力不错。好险呐！要不是你提醒，我差点就从这过去了。所以我才说，我们2个需要彼此配合。来，我们走这条路。这主墓室到了。不行，这门太重了，推不开呀！等等，门上有机关。你怎么知道？这门怎么打开的？啊，我之前研究过汉代墓葬机关，这次碰巧了而已。哦，走。发了！这些东西价值几10个亿呀！等等，干嘛？这是国家文物，必须上交给华夏国。你忽悠我！当初说好的55分，现在跟我说要上交给华夏国。我没有骗你，这些里面是汉代诸王墓室的宝物，文物价值连城，私人不能占有，文物属于国家。
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GPS 定位器，你是不是报警了？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？这里只有我们2个人，我把你杀了，埋在这里，谁知道？警察知道。你报警了？我呢，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跟你合作，我只是想找到这个墓罢了。然后呢，把你送进监狱。里面的人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放下武器投降吧。苏小姐，你没事吧？这下完了。我没事，多谢你们及时赶到。你这个骗子，从头到尾你一直都在演戏。我没有骗你，我确实想进这个墓。我进来呢，是为了保护文物罢了，而不是盗窃。我真是瞎了眼，才相信你的鬼话。带走。哎呀，这简直就是奇迹啊！保持得如此完好。这是汉代梁国孝王刘武的墓，这是失传2000年的梁国王陵啊！天哪，梁孝王可是汉景帝的弟弟，史书记载他富可敌国。你们看这些玉器，工艺精湛，简直艺术品啊！苏小姐，多亏你啊，我们才发现这座古墓。陈教授客气了。苏小姐，听说您以身犯险，卧底盗墓团伙，这是真的吗？您是如何发现这座古墓的？苏小姐，听说你是为了3亿奖金才举报老鼠的，这是真的吗？如果我真的是为了钱，我完全可以跟老鼠分到20亿的文物，为什么要举报他？那3亿虽多，但没有我的良心更值钱。说得好！各位请让一让，苏小姐需要休息。这是我作为一个公民该做的事情。文物是国家的财产，也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，不应该被盗墓贼破坏。我希望大家能够重视文物的保护，发现了盗墓线索能够及时报警。苏小姐真是文物保护的民间英雄啊！您真是我们的榜样。这边请。你好，苏黎鉴定工作室。好的，请您下周3再来。苏老师的预约已经安排到下个月了。苏老师，听说你是全国最厉害的鉴定师，能帮我看看这件青铜器吗？商代的青铜爵，真品，市场价约800万。太好了，苏老师，这是5万块鉴定费，您收下。苏老师，我在拍卖会拍了一副唐伯虎的真迹，3000多万，麻烦您帮我看看真假呀。您这个是假的，仿品。什么？我要去砸了这个拍卖行！苏老师，你和我一起去，咱们当面揭穿他们。你先别激动，你还是先报警吧，我会出具鉴定证书作为证据。这件事情闹大了，对你的声誉也不好。这帮骗子，苏老师，拜托你了。下一位，真品，假的，真品，真品。苏老师，您今天已经鉴定了10几件古董了，休息一下吧。谢谢小雨，就是呢，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，客户太多了，有点忙不过来了。苏老师，我统计了一下，这个月的鉴定费收入已经超过10亿了。这么多？是啊，自从您上了新闻，全国各地的客户都来找您鉴定，现在预约已经排到3个月后了。看来我得扩大一点我们工作室规模了，多招几个助手。哎呀，小苏，你这工作室越来越专业了。多谢周老师的指点。哦，对了，我招了2个助手，他们都是考古系，我想让他们帮我们分担一些基础的技术鉴定工作。很好。哎，对了，我这次来啊，有个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。您说。江城博物院呢要举办一个古董赌局，想让你担当顾问，帮忙鉴定和收购流失海外的文物，这可是国家项目，意义重大呀。真的吗？我当然愿意。那就好，下周啊有一个专家组会议，你记得参加哦。没问题。苏老师，文物保护基金会已经注册成功了。
首批奖励对象的名单也确认了。没问题，尽快把奖金发下去。我想呼吁更多的人参与文物保护。小苏，这次海外回流的文物展规模不小，都是从欧美各大拍卖行回流来的。周叔，这些文物价格是不是都不便宜啊？价格是其次，关键是真假难辨，海外市场鱼龙混杂，很多赝品都混进来了。两位好眼光啊！这可是明代青花从伦敦拍卖行回流的，带着的是完整的流传记录。我们随便看看。好的。小苏，这次文物展的重点可不是这些展品，而是展品后的古董赌局。古董赌局？每人出一件古董，大家轮流竞猜真假，猜对的人平分输家的古董。这个听起来挺有意思啊，那确实值得去看看。我呢也刚好弄到一张票，参加这赌局的古董商个个都是人精，你一定要小心。放心吧，周老师，我肯定有分寸。好。欢迎各位来参加今晚的古董赌局。老规矩，每人拿出一件古董，大家轮流竞猜真假，猜对的人平分输家的古董。何老板，今晚你也参加呀？当然了，今晚我也带来了一件重器。诸位请看，乾隆的御用玉玺，传国之宝。何老板，你的玉玺是从哪里来的？这玉玺是我花了10年的时间从欧洲一个老贵族手里买回来的，我估价8个亿。8个亿！诸位，如果这是真的话，那将价值连城啊！今晚谁能猜中，就能拿走在座诸位的所有古董。让我看看这玉玺。现在开始竞猜，各位认为我这个乾隆玉玺是真的话，请举手。我认为这玉料这雕工绝非现代能仿。我认为也是真的，而且来历何老板说的清清楚楚。苏小姐，你呢？我觉得是假的。小姑娘，你是不是没见过真正的宝贝？这可是乾隆玉玺。何老板的眼光岂是你能质疑的？苏小姐，你要是猜错了，你的玉扳指可是要留下来了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年轻人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苏小姐，那您说说，凭什么认为是假货？这块玉虽然是黄玉，但它的手感不对。真正的和田玉像婴儿的皮肤，这个太光滑了，很明显是俄罗斯黄玉。这怎么可能？而且您看这个雕工，虽然很精美，但太过于完美。清代的玉玺都是手工雕刻的，会有瑕疵，这个像是机器雕刻的，一点瑕疵都没有。你们再看这个底部，有荧光反应，这是现代化学痕迹留下来的。真有荧光！最后，御用的乾隆玉玺都有详细的宫廷记录，而且尺寸、重量、纹饰都有严格的规定。这枚玉玺呢，比史料上记载的足足大2厘米。好，苏小姐果然厉害，我认输。这是我事先准备好的鉴定报告。这确实是民国时候的仿品。何老板，你耍我们？我只想试试大家的眼力。看来只有苏小姐一个人猜对了。按照规则，苏小姐赢得了在场诸位的所有藏品。6件古董，总价值至少5亿。唉，愿赌服输。苏小姐，这青铜鼎归您了。苏小姐的眼力真是让我们佩服。苏小姐，方便聊聊吗？当然可以。苏小姐，您这天眼神通的本事，有没有兴趣合作？哦，什么合作？我在澳洲有自己的赌场和古董生意，需要像您这样的高手帮我长眼。
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给你年薪5000万，另外加10%的交易提成。不用了，我有自己的工作室。有好东西，我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你吗？这个可以考虑考虑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苏小姐今晚上赢得6件古董，要不要我帮你出手？我在亚洲有很多买家的资源。不用了，这个呢，我自己有渠道。苏小姐果然是深藏不露啊。对了，有没有兴趣去湾区看看？湾区？湾区有一位林老先生，属于我们收藏界的神秘人物，他有自己的私人博物馆。不过林老为人低调，很少见外人。那要怎么才能见到他？我和林老是多年的好友了，你如果感兴趣的话，我给你写封介绍信。那太好了，那就多谢何老板了。苏小姐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合作。这庄园得上百亩吧？林老，苏小姐到了。苏小姐远道而来，辛苦了。林老您好，冒昧打扰了。哪里，何老板在电话里都把你夸上天了，说您是他见过最厉害的鉴宝师。何老板过誉了，我只是略懂1、2而已。年轻人谦虚点好。来，我带你参观一下我的私人博物馆。哇塞，这些藏品都是我这几十年收集来的，有些是我家传的，有些是从各地收来的。哎，林老，这是唐代的《秋江素物图》，是唐代摹本，不是真迹，真迹早就失传了。这里面的藏品，随便一件都价值连城。林老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们去那边看一下。这是商代青铜鼎。这尊鼎是我林家祖上传下来的。林老，这件青铜鼎我知道您想说什么。这尊鼎应该在博物馆，而不是我这私人收藏室里。我给您讲个故事吧。1948年，那时候战火纷飞，东瀛人和土匪到处抢劫文物。这尊鼎太大，没办法跟其他文物一起运，我父亲就把它藏在了一口棺材里。棺材？对，当时我父亲假装给一个死去的亲人办丧事，把青铜鼎放在棺材里，外面盖上白布，骗过了东瀛人的搜查。就这样，我父亲把这尊鼎从京城带到湾区，当时很多文物都进了湾区故宫，但我父亲舍不得这尊鼎，他说是他用命保下来的。我父亲临终前握着我的手说，锦荣啊，这些宝贝早晚要回家，你要替我守着，咱们两路相通了，一定要把他们送回去。我答应了我父亲，这一守就是50年。林老，我找你来就是想让你鉴定一下这尊鼎的真假。这尊鼎毫无疑问是真品，而且是国宝级的。苏小姐，你知道当年文物南迁的事情吗？知道一些。当年文物南迁，后来有一部分的文物就运到了湾区。没错，我父亲参与了当年文物南迁的工作，后来对立派败退湾区，带走了大量文物。这些文物现在还在湾区故宫里，还有一小部分流落民间。所以，林老，您这里的藏品有一部分是流落出来的。我父亲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这些文物，他临终前对我说，这些宝贝早晚要回归大陆，我们只是暂时保管。我今年70了，身体一年不如一年，我一直在想这些文物该如何处理。林老，文物是属于国家的，他们理应回到祖国。苏小姐，我就喜欢你这股正气，何老板没有看错人。苏小姐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，这是我所有藏品的清单，还有这座庄园的产权证明，我想全部捐给华夏国，但我一个老头也不知道该找谁。苏小姐，
你能帮我这个忙吗？林老，这个事情太过于重大，我知道这很为难你，但我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人了。何老板说你不仅眼力好，而且人品更好，我相信你。林老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上报给相关部门。苏小姐，谢谢你。请坐。不过我还有个私心。林老，请说。那尊商代青铜鼎，在我有生之年，我想亲眼看到它回到大陆，捐给国家博物馆。林老，我知道这很难，这么大一件国宝，手续肯定很麻烦。这是我父亲的遗愿，也是我的遗愿。林老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实现这个愿望的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林老，您是不是该吃药了？不碍事，不碍事。苏小姐，我这身体怕是撑不了多少天了。林老，您可别说这种话。人老了，生死看淡。我只希望在我走之前，能看到这些文物回到祖国。林老，你放心，一定会的。我这辈子就是为了守护这些文物，现在终于可以让他们回家了，我也算对得起父亲了。各位领导，各位专家，这些呢是林先生的藏品收藏清单，总共327件文物，其中1级文物有68件，2级文物有112件。苏小姐，你能确定林先生真的想捐赠？我跟林先生呢相处了1周，他的诚意毋庸置疑。他父亲当年参与文物南迁，保护了这些文物几10年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让他们回家。如果清单上的文物是真的，那价值无法估量啊！关键是这尊商代青铜鼎，如果它是真的，那可是国宝中的国宝啊！这件事情意义重大，我们必须慎重处理。苏小姐，你能带我们的专家去湾区实地鉴定鉴定吗？当然可以，林先生说了，随时欢迎各位专家鉴定。好的，那我们马上组织专家团队。天哪，这件汝窑碗完整无缺。这是北宋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摹本，这摹本本就是明代的，价值连城。这尊鼎我需要仔细检测。林老师，这尊鼎确凿无疑是商代珍品。这是我见过最贵重的青铜鼎。各位专家，东西你们看过了，我没有骗人吧？林老先生，您能将这些文物捐给国家，就是华夏国的大英雄。这些文物本来就属于国家的，我们只是暂时保管而已。林老爷，您的身体……我必须亲眼看着他们上飞机。父亲，您看到了吗？他们终于要回家了。林老先生，您把价值数百亿的文物无偿捐给国家，您后悔吗？我不后悔，能让这些文物回家我就心安了。钱财都是身外之物，能为民族做点贡献，这辈子值了。现在请李局长为林老先生颁发捐赠证书。林老先生，您无偿捐赠的327件珍贵文物，其中包括商代青铜鼎这样的稀世珍宝，您的大义之举将被载入史册。下面为苏黎女士颁发文物保护特殊贡献勋章。苏黎女士促成了此次文物回归，并且她多次参与文物回流和鉴定修复工作，感谢苏黎女士。谢谢你，苏小姐。林老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